四叔，你继续打，是我害了少奶奶，你就算打死我也不为过。你看他自己都说该死，你就让我打个痛快吧。哎，别，爹！他虽然污我名声，害我差点性命不保，但也是事出有因，有人用他母亲的安危在逼迫他。孙永全说，他说只想把你赶出吴家，我才妥协的。如果我知道他要置你于死地，我就算赔上我全家的性命，我都不会就范的。王世军，你虽然不忠不义，但也算个孝子，我也侥幸逃得性命，此事就一笔勾销吧。少奶奶，你宽容不求，让我更加惭愧。以后只要你吩咐，我王世军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那你以后怎么打算？就算你不跟我计较，我做出这种事来，我没脸见人。我带着我的老娘离开此地，到外省去谋生。我打算重振东院，你可愿意回来，助我一臂之力？我害过你，都过去了。我害过你，你还愿意相信我？我愿意。我在此发誓，以后终身效忠周营。如有背叛，如有一心，当如此止。这杨管家和大账房留下来的账，都清查完毕了吗？那现在东院是个什么情况？回少奶奶，东院原来包括盐业、布匹、茶叶、药材、米号、油坊、酒坊7个商号，78家商行，在西安、四川、湖北、江浙等地均有铺面，但这些铺面和商行都在军需案爆发之后，连同应收的账款都被悉数充公，所有的掌柜、小工也都全部就地遣散。你接着说。之前东院还有几张军需的订单，但是都被通通取消了。以前库房的现银，以及房间里所有值钱的东西，都在抄家时被全部抄走。也就是说，东院现在是要钱没钱，要生意没生意。是的。我和我爹还有100多两银子没花完。现在东院还有10几口人，100多两银子，也就能维持半年。那这3元典当行的股份，还有可能要回来吗？我看了夫人和吴月霜签的契约，没有可能。该死！对了，当初吴卫霜诬指你我有奸情，他说到一事，说我偷了吴嫔的砚台，交给你去典当。那砚台是怎么回事？是少东家交给我的。少东家让我把那个砚台到3元典当行当掉，然后把当票交给他，并且叮嘱我，此事千万要保密，不能跟任何人提起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少东家没说，
我也没问。这3元典当行肯定有问题。我去看看。去吧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周莹也在呀。哎，是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别介，少奶奶，我祖报。你们来做什么？我们听说少奶奶回东院了，你也回东院了，我们也想回东院。是。学徒房都已经关闭了，你们还回来做什么？算账、跑腿儿、管事儿都可以啊。扫地、砍柴、生火做饭、看家护院，我们也都行啊。对，我们都能做。少奶奶确实有重振东院的想法，现在也的确是人手稀缺，只是这东院已经不是从前的东院了，又穷又破又败，你们也都看到了。少奶奶担心的可是薪水，只要能让我们回来，大家一起做事儿，薪水微薄，甚至是没有薪水都可以。对，我们都是这个意思，是不是？是对。谢谢你们。那少奶奶的意思是收下我们了？全收。重振东院。少奶奶，你尽管吩咐吧。吩咐什么？吩咐我们做事儿啊。让你们做什么？让我想想啊。我们的店名，那可是前朝皇帝嘉庆爷给亲笔写的。我们卖的皮袄，品相好的可以直接当贡品献给皇上。要说这做水烟，我们依林峰如果算是第2，没有哪家敢说自己是第1。二位请。京城里的王爷贝勒如果生病了，指明要吃我们宁德堂的药。哟，这么贵呢？好药当然贵了。您慢走，慢走。哎呀，歇一会儿吧。这几条街上的大伤后，我们差不多都做完了。哟，少奶奶，哟，我和我媳妇儿可是天天念着您的恩呐。快快扶起来，扶起来。您先起来说话。我们见过吗？哎呦，您救过我和我媳妇儿的命啊！哦，对，你媳妇儿怎么样？好吗？好着呢。你好吗？好着呢。现在我们种的地啊，是你们家的。刚收了麦子，现在够我们一家人吃1年的了。啊，那你怎么在这儿了呀？哎，我没有其他的嗜好，就是干农活太累，得空就过来抽几口，缓缓神儿，也松和松和。哎，行，不耽误你了，快去忙。哎，好，过几天我和我媳妇啊，一定过东院给您磕头。谢谢少奶奶，你忙你的啊。谢谢。对呀，我们家在北众山脚，还有50亩地呢。没错，
我记得还是我去分给灾民们耕种的。就因为分出去了，所以抄家的时候没被抽出来。这50亩我们是免费租出去的，如果我们把它收回来，还能挣点钱。